你好，我是高，给大家带来一个坏消息，规划要变得严格了。昨天我才刚录完视频，说规划可能是下一个被动到的制度，结果今天下班的路上刷手机就看到了这条新闻，我真的有点吓了一跳。但是我吓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毫无预兆，而是我没想到它来得这么快。昨天刚说完，今天就公布了检讨的方向，节奏快的好像是我的 YouTube 已经在预知未来了一样。不过今天已经很晚了，所以这一期不会做成特别长的分析，我只是想借着这个新闻和你聊3个方向。这条新闻在说什么？永驻和规划不只是制度选择，而是身份的选择，以及为什么我一直呼吁大家早点思考，而不是等到不得不选的时候。我们先快速的过一下新闻。早上8点，日本经济新闻的稿件，政府正在讨论规划条件要不要变得更严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现行的连续居住5年以上的这个条件，未来有可能会变得更长。还没有公布变成几年，但是方向是要不要向永驻的10年靠拢，甚至超过。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事情上国会的时候有提到，美国是先拿绿卡再换国籍，放在日本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先拿了永驻之后才能拥有规划的权利。背后的原因也不复杂，日本维新的会之前就提出过，规划是比永驻更重的身份，但是条件却反而更松，这不合理。这句话本身虽然很情绪化，但是政治语言一旦是这样说的，它就比较能传播。作为政党，规划能够给一个外国人选举权，所以可以威胁到政党，确实比永驻的身份是更重的。这些消息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这篇新闻中的新信息是对于这件事情石破政权时期的表达是需要检讨，而在高市政权变成了要严格的检讨。这代表着这件事情会比我们之前的预期处理的更加用力。对于还没有规划的人来说，应该不是一件好事。不过这条新闻也强调了其他的。规划和永驻不是只看住几年，还包括日语能力的检查和经济能力的检查和日常行为的审查。特别是规划的动机书必须由本人日语手写，而永驻的理由书可以用电脑写，也可以附翻译。所以如果你只看住几年，你会觉得规划更容易，但是如果你看全部的条件，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这是新闻的想法。新闻的内容就说到这里，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规划肯定是要变严的，至于变严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具体的答案。时间呢，估计会在2026年的1月份变得明朗，到那个时候会出一个外国人的一揽子的政策，估计会让全体的外国人都瑟瑟发抖。新闻放在这儿，其实今天我借这个视频主要想说的是，昨天的视频底下有一位朋友留言，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的意思大概是，规划的意义其实不是更稳定，而是一种身份认同。永驻和规划是完全不同的2个概念，需要身份认同的人自然会考虑规划，而不需要的人自然会考虑永驻。他们2个之间其实并不是永驻要完蛋了你就快点去规划的这种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其实是错误的。我看到这段留言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赞同，因为他讲到了我特别想讲但是却没有说清楚的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规划它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当然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挑战，我加了一个的挑战。我来日本7、8年的时候，说实话我对于永驻和规划的选择还是反正以后再想也无所谓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我自己走过来之后，我才发现你不早想，其实你时间也没有很充裕，也不是因为它的优先级比较低，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人生的分岔口。所以如果让我给过去的自己一句话的话，我会说不要把这件事情往后推，你要更早的去思考永驻还是规划的这件事情。这也是在这个视频里面我想借着这个新闻来和你说的。而且所有的事情都在飞快的变化当中，你可能会在不停向后拖的时候就错失越来越多的自己的思考和成长的机会。我其实也在写日语的 note， 我在日语的 note 上其实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呢非常的标题党，我说规划之后我终于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我期待大家以为可能是护照变了，生活更稳定了，手续更简单了，但是其实规划之后我真正获得的是一种缠绕我一生的解决双重身份的困惑。因为规划之后的事情会变得很神奇，你和中国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你在和日本人相处的时候呢，你又清楚自己不是从小在日本长大的那种，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标签已经没有办法再很好的描述你了，而日本人这个标签同样也不能完完全全的描述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状态。但是有什么变了呢？某一天官报上出现了你的名字，你在前一天是中国人，你在后一天是日本人，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上来看，你和昨天的你只是一觉醒来，它是连续的，你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却有什么东西明明白白的改变了，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就是变了，但是你却觉得自己没有变。就在这种模糊不定的状态中，我就会开始问自己，我说如果一个国籍也不能定义我，我到底是谁呢？我的身份是国家赋予我的，我依存国家呢，还是我自己的定义呢？就像我自己，我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在日本生活了10多年，所以我就像是一个用2/3的中国原料和1/3的日本原料都扔进搅拌机，然后嗡的一阵之后打出来的一杯谜一样的奶昔，然后里面既有中国的红色和黄色的果肉，也有日本的红色和白色的果肉的一种谜一样的东西。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奇怪，但是很真实。它会从你开始申请规划的时候慢慢的显现，然后逐渐的变强，你越来越疑问，因为再也没有标签可以定义你了，没有标签你就没有办法参照其他人的生活，你就只能走你自己的路。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浮现是可以让你不断的审视自己而获得成长的契机，所以我也不建议你用一句简单的说不管了，我就是我，然后去解决掉这个问题。我在这种思考里面发现了一个介于中国和日本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面，我可以试着去客观的审视两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走出一条虽然没有潜力，但是只属于我自己的方向。回到这条新闻，我知道有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完了又要改恶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这条新闻当做一个倒计时，而是把它当做一种提醒。他在提醒你，你不能永远用一句以后再想去逃避永驻和规划的这个问题。只有当你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对于国家、国籍或者人的出身，甚至于人的本身有更深的理解，而最终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选择。当然也有人留言说，你的视频能不能别再贩卖焦虑了，那些正在想着规划的人，又因为你说这个又白白的多出来了一堆竞争者。但是我想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新闻就在那儿，你想看你不想看它都在那儿，我说不说它也都在那儿，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着变化。如果你非说我真的要宣传什么的话，那我宣传的就是我在劝你早点的替自己做一个决定。这正是我想和过去的自己去说的。政策会变，社会情绪也在变，但是唯独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方向，它应该是主动一些的，而不是应该因为政策的变化而被动的影响你。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新闻，我不是来告诉你赶紧规划，而是来提醒你这件事情值得你早一点的去想，并把它想清楚。在这个想的过程中，你可能会获得很多很多的更深的思考也好，更多的成长也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也许你的留言就会成为下一个提醒别人的那句话。当然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拍得还好，我的麦克风还算好听的话，那就请你多多的点赞关注我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见，我是高，拜拜。